Oh, I've gotta watch out so you'll never know how much I love you. And I've gotta close up all the hubba hubba like a clam. If you ever found out all the dreams that I am dreaming of you would think that I'm a wolf, and it's not I'm such a wolf, it's just you're such a lamb. Oh, I've gotta think twice when we're dancing so my arms won't crush you. And I've gotta be nice so the door into your heart won't slam. So I worry and I fret, for if once I should forget and rush you would think that I'm a wolf, and it's not I'm such a wolf, it's just you're such a lamb. You are the greatest problem I ever had. Baby, I love you so good, I love you like I'm bad. But tonight I can't bluff, gotta tell the stuff I'm dreaming of you. Take you straight to your door like before, but when it's time to scram, I'm gonna grab you and growl, and my hungry heart will howl, I love you. And if that makes me a wolf, well then let me be a wolf, 'cause you made me what I am. 小时候接触奥特曼最开始是大概8、9岁的样子，但是那会儿的话呢，怪兽软胶都没有，所以其实光看书里、光看剧里的怪兽，但是没有一个可以把玩的实物。我记得最小的时候，我们去玩那种塑胶恐龙啊，我就会把那些恐龙去当做一些奥特曼里的怪兽。有一天我就发现502胶水，我就拿它来自己去做怪兽啊，就对着怪兽的图鉴，把这些塑胶恐龙的零部件拿来去拼凑成一个怪兽的形象。其实软胶怪兽对小时候的我来说也是非常的奢侈的一个东西。小时候只接触过几个，像那个巴尔坦星人啊、光热怪兽奇拉、导弹超兽这些，当时觉得是非常稀罕的东西。像这几个怪兽就是小时候大概是10岁的时候就看到过的，后面又把它们买回来了，当时非常的喜欢，都是找同学去借的，现在看来依然做得很好。这个是我购买的2017年买的吧，第一只 X Plus 啊，大怪兽系列哥莫拉 1.0 的一个限定版，是尾巴的替换，但是买来以后基本就没有换过，因为怕掉漆。然后早期的这个 X Plus 它还保持，比如说像手部、下颌这些地方它会有可动关节，后期的 X Plus 为了更还原的一个表现，它就取消了关节。在众多的 X Plus 大怪兽里面，我觉得休格罗和这个福米格两个怪兽做的是最好的，不管是它的这个雕工还是涂装上面都是顶级的。包括后面自己接触到涂装，这些XP的涂装也会给我很多启发，也会给我很多影响。就以前XP买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它会有掉漆啊，这些就会自己动手去补色，然后把那个颜色啊什么的调到跟它这个原厂漆一样的光泽度、一样的颜色，就已经开始在为后面涂怪兽就是埋下伏笔了。这些是这些年来买的 X Plus， 基本都在这里，当然书房还有一些，大部分在这里。是杰克、赛文、艾斯和初代的一些怪兽，大概100多只吧。上了100以后就没有仔细去数了。每年的扫灰都是一个大工程。X Plus 的限定版，它都有很多小配件，就是和剧情去呼应的，很有意思。尤其是初代系列的怪兽，它的配件我觉得是最良心的。那不管从做工上还是利益上，我觉得都是非常用心的。包括这个达达的头，它是可以换脸的啊，每一个脸它都会去做，可以去切换它的剧中的不同的一个样子。虽然没有去换过，但是总好过没有吧。而且把玩小配件真的是很快乐。
像包括这个内龙杆，它也是换头的，单独这样摆一个头在那也非常好看。包括杨葛那一集的小陨石、百慕拉变身的球，还有木乃伊人啊，木乃伊人应该是最良心做的最细致的小限定了，非常耐看。吉拉斯是还原的剧中围巾被扯下来以后的样子啊，很可爱。雷德王2代目的限定配件是那一集里面的一个氢弹探测器，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东西，但是如果你看过这集，你就会对这个东西有印象。这些小配件会让你不断的去回味这个剧情。当时我买 XP 买回来以后，也是不停的去和剧中去对比，然后去回味，就是百看不厌。一般一个角色拿到手以后，那一个星期基本天天都在看。X Plus 的这个价格跟它的盒子的关系也非常大，所以每个盒子都舍不得扔，而且放在盒子里也很好看，所以每个盒子都好好的去保存它。买的时候也尽量去买新的盒子。之前都还画过一张关于这个 XP 盒子的画，就是画的这种盒控，八角尖尖的老盒子里面放了这种古早的玩具，非常的带感。尤其是出版啊，在前几年的价格也是居高不下，尤其是一些稀有的老货，全新老货。但当时实在太喜欢了，所以很多时候也不太去考虑它这个价格因素了，只要自己能接受，就不太管它到底溢价了多少。有一些都是读研究生的时候下血本买的，省吃俭用的买。平时也会收藏一些铁血战士和异形的周边模型，这两个 IP 从小就非常喜欢。下面是法国 Pop 的恐龙啊，恐龙应该算玩具模型吧，做的也非常好。上面是一些模型的盒子，这一排都是 X Plus 的产品啊，那个是前几年出的50厘米的巴尔坦，还可以发光。然后下面是2000年左右生化危机系列的一个玩具，从小很喜欢，也是前2年才买齐。这边的会有很多奥特曼的书籍，涂装的时候做参考用的。因为它这个颜色是后期修复上去的，所以不存在一个最官方最准的一个颜色，所以要不同的资料去换着参考来看。因为我是从小学习油画嘛，包括买 XP 买的最厉害的2017年、18年都在读油画的研究生，一边在买的同时呢，一边也在想怎么把这种审美的输入变成一种输出，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满足自己的这个审美。后面自然而然的就了解到了有工坊这样的东西的存在。我后面画了一些关于收藏的一些画，包括一些小的素描，也是一些比较经典的剧照，把画跟这个工坊作品放在一起，遥相呼应的感觉，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工坊的话需要自己去上色，那这个对于学油画的我来说呢，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只需要重新了解一下模型这方面的一些材料和油漆和一些工具，其实就可以了。其实对于我来说呢，难一点的反而是修模，然后打磨这些涂装之前的基础工作，这方面也是下了比较多的功夫，看了很多雕像涂装高达呀、军模这些大佬们的一些视频，慢慢的去接触这个领域。做起来的话，感觉上手也比较快，非常的兴奋，把之前只会买、只会摆在那看，变成了自己能去参与这个成品的一个制作过程。在买了很多的 X Plus 大怪兽之后，慢慢的就接触到这个工坊系列的作品。当时其实觉得这个东西买了又要自己涂装，然后买很多材料啊，买一些设备，觉得非常的麻烦。那后面是疫情期间吧，那段时间因为就关在家里，然后就觉得时间好像大把大把的，但是找不到事情干，恰好物流又还没有停，就在网上买了一些涂装的材料，就开始尝试自己去做。后面发现这个东西非常的有乐趣。你比如说工厂批量生产的这种东西，有一些细节其实你自己是不满足的，觉得好像总是差了点意思。
一些细节不够还原啊，颜色不是很准啊，这个在工坊里面都可以解决。也是因为以前有 XP 那个补色的一个经验嘛，所以对漆啊这些有了一定的了解，上手就比较快一点。斯工坊的特供是涂的第一件作品，后面又自己修改了一下。工坊的涂装的话，除了涂色洗膜这些，其实电视的一个制作也是蛮有意思的。发光的作品总是给人感觉更生动、更鲜活，而且其实做的过程也非常有乐趣，涉及到一些开关呀、走线、电池盒的排布，还有一些无缝的处理，其实都是做的过程当中很多乐趣。我现在把柜子里面现在这些怪兽能发光的都打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虽然其实有的怪兽就是亮一个小眼睛，但是每一个怪兽眼睛的颜色、瞳孔的层次，它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很逼近剧照的话，每一只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这个瞳孔啊、眼睛的制作，在整个怪兽的涂装里面也是点睛之笔，也是最重要的，通常也是最有难度的。那我个人的话呢，不管是 X Plus 也好，还是工坊作品也好，我只购买正版的有官方授权的作品因为我本身也是学习艺术的，所以我知道原型师在雕刻这个怪兽的过程当中付出的心血，所以我认可他们的这个劳动成果，也只购买这个正版，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是仿冒的话，不管是任何形式的不受作者同意的复刻，都是属于盗版，同样也是违法的。可以通过作品包装盒上面的这个小标签可以看出有没有授权。这样阿斯工坊这个巴尔坦星人的，它就是有一个远古标，远古公司的标签。X Plus 的也有，就是这个绿标。如果是工坊作品的话，它有一些是当日版权比如说 WF 的当日版权每一年的 WF 它有一个版权标，但是颜色的话会有区分。比如说像这个2023年的版权和2022年的版权，它标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 TFO 线上展的版权标，还有这种 Hobby Run 的，也是 Vox 的线下展览的版权标。哥斯拉的版权标是这样金色的，是2024年的版权标。同样的哥斯拉版权标在 SHM 上面也有。然后这边的话，大部分是客人的一些单子都预先寄过来了上面的有阿斯工坊的巴尔坦星人还有这个甲虫去年刚再版的然后马格拉，包括那个吸血植物下面这些是有些怪物的老模这些可能都是明年要准备涂的。在下面的话有怪兽映画馆的塔伊肖，然后这边也是阿斯工坊的，现在都是几个一起做了，所以客户寄过来箱子都堆满了。在下面的是有一些哥斯拉这些也是排着在等着做的。上面的基本全是自己的收藏，阿斯工坊的居多，因为阿斯工坊的盒子比较好看嘛，放起来。这边是新品马伊王，然后这个恐龙王都是去年前年的新品。工坊在成型的时候，它就必然会有分模线，甚至还会有很多瑕疵、气泡，甚至有缺的地方那在做的过程当中呢，第一步最关键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膜修得干干净净的，不停的去检查变换的这个光的角度去检查，因为你这个后面颜色是要盖在这个零件上的，不能说我边涂然后我又边去修，最好在第一步就把它全部处理好。修完膜以后呢，就要打桩它这个膜它不能光通过这个胶水去粘合那样的话牢固程度不够，尤其像巴拉巴这种体量很大的又很重的这种怪兽，你单靠胶水去是不够的。而且打了桩以后也可以以后断了的话也比较好修一点，一般就用这种铜桩，2毫米、2.5毫米还有3毫米的。打完桩以后，修完膜以后洗膜也很关键，因为在它脱模的时候它有脱模剂，所以这个
在上色之前一定要把膜表面的瑕疵和这个脱模剂全部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这样才进入到一个涂装的阶段。你看左边这个就是它修过以后的样子，右边这个是没有修的，可以看到它这个分膜线本身就很大很离谱，但是做的时候慢慢耐耐心心的做出来才更有成就感。这种其实你看它是小细节，它对模型整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像这一个比较老一点的这个膜，它就是很多的这种小沙眼小气泡，这个做的时候必须全部处理干净，上面表面的这个纹理在处理气泡的时候也要去衔接的自然。这个是去年年底完成了3个的南田工坊的导弹超兽对劳克恩，但这只还没有完全做完，它的尾巴的这个珊瑚现在还在打磨，上面这些珊瑚基本是完成以后的效果，可以看到它这个气泡、分膜线包括接缝都完全处理好了。这个一共大概每一个超兽上面有200到300根珊瑚零件，每一根都要打磨，要打2毫米的一个铜装，相当于是钉上去的。像这个头部的话基本也是涂完了的，气泡瑕疵非常多，但是耐耐心心的处理完了以后会发现这是一件很好的作品，雕刻的是很好的。木乃伊的话，原型师浅川洋做了2种动态的可切换的一个功能。工坊的替换件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接缝会很明显，它跟一个高还原度可能有时候比较冲突。但是你要是处理得好的话，这个缝隙，比方这个手的缝隙，就实际上不太看得出来的。像这样又打桩，然后通过做这个无缝，就实现它的这个居中2种姿态的一个切换。在做这个发光键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灯亮起来以后和居中一样，比如说它亮灯以后是偏黄色一点的，但关掉以后它是冷白色的，居中也是这样的。漆的话，常用的就是田宫的珐琅漆、俊士的田宫的一个油性漆，还有 AV 的这个水性漆，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些漆类了，很多初学者都可以接触得到，不存在有什么漆特别好，比那个漆一定是要好多少的，大胆的多尝试一些工具。涂装的工作室比较简单但是很实用，就是有一个转台一个操作台，这个是抽风用的换空气用的。然后它也有个水帘，开动的时候有个水帘，那边就是一个喷枪，然后这边是常用的一些油漆什么的。喷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换气扇、喷涂箱的这个换气也打开，然后还要戴防毒面具，因为它漆的话，它会有一些有机气体是有毒的，需要做好防护。涂装之前会参考大量的剧照，除了剧里面的颜色，还有不同的镜头，会找相关的书籍去看它在不同镜头下它呈现的一个颜色的情况。比如说涂这支的时候，图片资料会少一点，然后还可以借助网上的图片其实主要依赖的还是剧里面的截图，因为书上的截图的话，它是色彩上会有差异，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为它跟剧里面的角度不太一样。特供是我第一个制作的怪兽，右边的话是买到的时候的样子，左边就是做好后的样子。特供的分件是比较少的，所以难度系数不是特别大，但是眼睛太小了，里面的血丝很难画。像这一包的话，就是手、腿、脚还有尾巴的分件。这个就是发光的电路，还有开关组件。有一些工坊还会给一些成品参考图。特供在剧中有不同的表情，原型师也还原出来了。像这个鼻子像被撞扁了一样的，看起来会更凶狠；这个看起来会更呆萌一点。面部的替换要尽量做到无缝衔接，开关的位置也会比较隐蔽。特供的模选择了中空成型，这样可以减轻一些模型本身的重量，不然的话像拿着哑铃图一样。同时空心的身体也可以放置电路，也有更多的电路改造空间。这只阿斯工坊的加博拉是大概1年前完成的，尺寸非常的巨大，我也是非常喜欢这只怪兽。它跟 X Plus 一样，采取了可替换头的模式，也就是头部其张开的状态和闭合的状态可以互相切换。跟 X Plus 比起来，阿斯工坊的这款尺寸要大了很多，细节也要深很多。但是 X Plus 的细节深度在24厘米里面
也是非常好的。在还原加博拉闭合头的时候，我注意到剧里面它两边有固定当时道具用的这个铁丝，非常的细，原型上是没有考虑到这个细节的，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 DIY 一下，完成了以后看着效果就更真实。同样，阿斯工坊的这款加博拉的头也可以替换，替换头一定要注意缝隙的处理，不然的话会很出戏。其实闭合头的状态也非常的威猛。补装加博拉的时候也是参考了很多的剧照，包括它牙齿上的这些污渍啊，还有眼睛具体的颜色。加博拉这个头部的鳍啊，里面的红色还是很扎眼的，外面的白色带一些珠光，看起来比较有质感。闭合头同样做的也非常良心，作者把这个头部里面的这个头一丝不苟地呈现出来了，然后我们从这里可以窥视到它内部的眼睛。拉贡的瞳孔是不对称的，注意到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百慕拉是奥特曼里面登场的第一只怪兽，有趣的是它的两个瞳孔也不对焦，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神态。在做舌头的时候，我注意到有皮套掉色的痕迹，也一样还原了。强德拉是去年完成的，眼睛非常难画，当时画了有14个头，红色的眼睛里面还有黑色的小瞳孔，要画圆挺不容易的。另外，强德拉的口腔里面的颜色渐变也非常有趣，并不是纯红色的。马格拉的眼睛在剧中没有开灯的时候是纯黑色的，但是灯光打开以后又变成了浅色，也一样还原了出来。马格拉牙齿的颜色非常的深，这都是它和其他怪兽不同的地方。马格拉和加博拉的皮套是同一个皮套改造来的。在涂装爪子部分的时候，我是想模仿那种漆面剥落的感觉，所以有一些裂纹，这样既有皮套的质感，又会增添一些生物感，增加爪子的耐看程度。爪子、眼睛和牙齿是怪兽身上非常吸引人眼球的部分，一定要做好。去年夏天的7、8月份，我去到日本，找到了很著名的这个人工坊。在特摄圈里面，人工坊的制作是大名鼎鼎的，他尤其擅长这种场景。去了以后回来呢，我也是深受启发，一直想制作 TK 搭配场景的这样一套模型。这次正逢怪兽映画馆3周年纪念的西电怪兽，恰好是我特别喜欢的角色，而且是带着有动态的一个小场景，所以我就想把这个场景再继续扩大，给它加一些其他的内容，让它变得更有故事性，更有观赏性。第一次做场景模型呢，还是有挑战性的，很多的材料之前没有接触过，但是也都通过看视频还有看一些书籍去解决了，非常有意思的制作过程。这一集呢，我小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着迷，不管是剧里面这个特别有昭和味的这个铁路，还是这个少年在里面的一些经历啊，比方说他喜欢养龟，也是非常痴迷这个怪兽，还有他抄作业啊，对大人撒谎，还自己做怪兽玩具，这些小细节都让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这一集的话，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一次呢，制作这个场景呢，目标也是想还原片场的这种感觉，并不是想1比1真实的还原现实当中的这个火车或者是房屋，而是想做一个这种特摄的片场。所以有些细节没有往真实的方向去靠，而是更多的往模型的方向去靠。所以这个整个场景它是关于特摄模型的一个模型。甚至做完这个怪兽以后呢，我还买了这个剧里面同样的3个乌龟，复刻了这个小孩在里面绘画的这样一个怪兽的图画，把它装裱起来，搭配这个怪兽的场景模型。和大雄的合作的话，应该是2022年开始的，因为我们2个都是美院出身的，所以
沟通起来的话就非常的顺畅，也有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他做原型的话，需要一个人去帮他打样嘛，就从2022年的这一只塔伊肖就开始合作，从工厂把模翻好了以后，我这边进行一个涂色，最后在 WF 那个日本的展会上去展示，同时还要把这个官图也给它做好。然后大熊在2024年年初吧，举办了第一次在西安的一个怪兽映画馆的一个同好会，当时我们也去到现场，看到非常多稀有的一些库存，包括大熊自己的绘画作品，玩得非常的开心。能留下来也就这我给些你。看一下，就是之前说所谓这刻的那个纹路深浅的，之前咱跟大神聊过。这个折叠就是这边挤压特别狠，然后它是一个有一点点转角，歪，然后这有一点点边松弛，你知道，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它是拉扯的那个。